我们在做 YouTube 直播或脸书直播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用你的手机的内建镜头按一按就可以直播出去了。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电脑的 OBS， 用电脑 OBS 的目的是可以做到一些丰富的这个多媒体的一些特效，比如说电脑 OBS 连接这个视讯导播机，你可以做视讯的切换啊。Channel 1是摄影机1 ，Channel 2是摄影机2，等等等。然后你也可以做什么跑马灯啊、视讯转场啊、子母画面，这些都可以丰富你的直播的画面。但是啊，并不是说所有的直播的平台都可以在 OBS 上面直播。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直播平台大概有分成2大类。第一大类的就是可以提供这个外部的第三方的直播软体，像 OBS 这样的直播。好，我们称为它有提供这个 RTMP 跟精要的这种方式。另外一种直播平台是它不提供 RTMP 跟精要，它只能允许在这个手机上面做直播。我们看到的大部分什么脸书直播、YouTube 直播是两者都可以达成的。那还有一些比较利基的一些直播平台，比如说浪直播啊、17直播啊、Instagram 直播啊、TikTok 直播。他们的这些直播平台，他们希望你是用这个手机的内建镜头直接直播出去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比较反骨一点，如果这个直播平台它没有提供 RTMP 和精要可以在第三方的 OBS 上面直播，那么我要怎么做到一些多媒体特效？比如说我今天要做 Instagram 直播，我可不可以做视讯的切换？我可不可以做转场？我可不可以做去背？Instagram 也不提供 RTMP 跟精要啊，我要怎么达成？那 TikTok 也是一样啊，让直播也是一样，17直播也一样啊，它只能允许这个内建镜头的直播。那我要怎么让这样的直播平台也可以做到视讯切换、转场、子母画面？有很多种方法。我今天介绍有一种方法是采用硬体的方式。好，你看一下这一款是一个平板电脑嘛，好像没有很特别啊，好像就一般的平板了。这是手机嘛？你看这手机有后镜头跟前镜头，这个平板没有前镜头，没有后镜头，那取代的是什么？是这边有2个 HDMI 的输入，这边这个 HDMI 的输入就当成是你的前镜头，这一个 HDMI 的输入就当成是后镜头。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话题，要怎么丰富你的多媒体的这个视讯呢？我只要生出一个 HDMI 的讯号，那个 HDMI 讯号有多媒体的特效，来源是一个类似导播机嘛，或者是可以产生多媒体特效的这个设备。那我再把这个样的 HDMI 讯号灌到这个上面去，直接做 Instagram 直播或者是 TikTok 直播。我们先从最简单的连接一般的摄影机开始，然后呢再连接这个导播机，最后再连接电脑 OBS 做一些特效的处理。好，这个平板你看它有一个前镜头跟后镜头的输入来源，这个 HDMI 输入它会视为是前镜头的画面，这个 HDMI 的输入会视为是后镜头的画面。所以我就先将我的摄影机打开来，然后呢连接 HDMI， 我们用前镜头代替，这个是前镜头。好。这台平板电脑它没有原生版的 Google Play， 所以你必须要先下载一个叫做 Gbox 或者是一个模拟的 Google Play。好，我用这个 Gbox 这个打开来 ，Gbox 打开来之后，里面就有类似 Google Play 的东西。你看这边有 Google Play， 你可以下载什么 Instagram 什么都可以，没问题的。好，我先用 Instagram 做一个示范，就直接在这个虚拟的 Google Play 下载这个 Google Play 是真实的 Google Play， 只是它是架构在一个这个虚拟的空间里面。好，反正你就可以下载就对了啦。打开来了之后，然后呢就按加，然后选择直播。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是来自于这只摄影机？有没有？要转个方向。转90度之后就可以了。那我就对着我自己，这个好，然后就按直播，这样就出去了。然后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机来看直播的内容了。开始直播，你看得到吧？有没有？就是直播了。用你的手机来看直播的内容了，这样就成功了。开始直播。TikTok 打开来。
然后我们新增，因为我的 TikTok 账号无法直播啦，我就示范它真的可以抓到这个外部的画面这样子。好，我们再试试看其他 APP， 我们来试这个17直播，17。你看这边有个加，按下去，好，画面就是来自于它。啊，你会发现说这个画面是颠倒的，跟 TikTok 刚好是颠倒的，没关系，我们再转90度就可以了。你看画面是正常的。我们现在是连接一路的这个 Sony 的外接摄影机，其实我们也可以连接这个 HDMI 的导播机，导播机长这样子的。这边啊可以连接4路的 HDMI 的来源，1、2、3、4，然后用你的手指可以去控制说目前的视讯来源是什么。然后这边就是 HDMI 的输出，这个 HDMI 的输出啊，再连接到这边的 HDMI 的输入，就可以达成视讯的切换了。第一个视讯来源是这个 Sony 的摄影机，然后第二个视讯来源是 iPhone 的影像。好，我可以透过这个视讯的导播机，然后做个视讯的切换。但是这还不算很进阶的多媒体的特效，接下来我要用这个电脑 OBS。然后呢，做一些更进阶的视讯特效的处理，比如说什么贴 logo 啊、视讯转场啊，还有什么想得到的一些东西啦，还有什么跑马灯啊，然后将这样的视讯画面，透过电脑它本身有个 HDMI 的输出，当成这一台平板的这个视讯来源，去做 Instagram 的直播。这个是电脑的 OBS。那我第一支的镜头是这个 Sony 的摄影机，上面照一个娃娃。然后呢，第二个是用这个文件摄影机照一个书本，然后在 OBS 上面就是这样子。第一个是照娃娃，第二个是照书本，就是这个。好，那第三个是这个子母画面，这个子母画面，我要将这样的画面当成直播平板电脑的视讯来源，怎么做呢？你看哦，这边电脑有个 HDMI 输出，我先连接到电视做一个测试，这是电视。你要这边要设定，这边设定这个显示设定，你要将设定那一个延伸的萤幕哦，成一个直视的，这样子直视的，这个怎么设定呢？就是这边可以调整1080×1920这样子。好，那你按确定之后，它就会变成这样子。这个是延伸萤幕是直视的这样子。OBS 这边你按滑鼠右键，这边有个叫做全萤幕投影，投影到这个地方，按下去。好，这时候呢，画面就会投影到你的电视，有没有？等一下，我这个 HDMI 的视讯来源就会连接到直播平板电脑，然后呢，我这边可以做切换，第一个画面、第二个画面、第三个画面。那当然你要加声音啦，我把声音打开来，我用遥控器将电视的声音打开来。好，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其实我们在连接到电视之前，我有先接一个这个 HDMI 的分配器，将这个电脑的 HDMI 一进二出，第一路先连接到电视，等一下第二路就要连接到这个平板电脑。好，然后呢，将这个第二路的 HDMI 连接到这个平板电脑的 HDMI 输入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再打开 Instagram。直播有没有？是不是就出来了？然后你其实也是有声音啊。我们看电视有没有出现声音？电视有出现声音，它也会有声音，有吗？有声音，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我的滑鼠去控制这个视讯的切换。我在 OBS 上面做切换，你看哦，我现在切换到第一个画面，有没有各个改变？第二个画面，第三个画面。这样子我就用我的电脑 OBS 当成一个多媒体视讯的这个导播机了。
直播平台有分成2大类，第一类有提供 RTMP 精要的，可以让你的 OBS 等第三方直播平台使用的；另外一个就是只能用你的手机的内建镜头跟前镜头做直播。好，如果你的直播平台就像脸书嘛、YouTube， 它有提供这个 OBS、RTMP 和精要这样的方式，你就不要用这种设备去做直播了。这种设备是要干嘛？我这种设备是专门对付那一些只能够提供内建镜头的这一种的这个直播平台，像什么Instagram 啊，或者是什么 TikTok， 或者是浪直播、17直播的，这样的东西才需要用到这样的设备。那这种东西做出来的直播的品质不会比用这个手机直播的内建镜头直播来得好。用手机内建镜头做什么 Instagram 直播，这画质会很漂亮。这个东西来做的话不会比较好，但是它却可以满足多媒体的特效。没办法，因为这些直播平台它就是预设不给你用这些 OBS 使用嘛，所以你还必须要绕一个圈圈，用这种硬体的方式，用硬干的方式来做。它的画质不会好，但是却可以满足你的多媒体特效的这个需求。